最近啊，一部零宣发全素人的潮汕方言电影《给俺妈的情书》彻底火了，不仅狂砍9个亿的票房啊，竟然还把新加坡联合早报给整破防了，连发了3篇文章警告读者，千万别对中国产生亲近感。哎，我就纳了闷了，一部讲老百姓血泪情谊的片子，怎么就成了他们眼里的洪水猛兽了？咱们先来认识一下这部戏啊。电影五一档刚上映的时候，那真叫一个小透明啊。你听听它的配置啊，投资不到1500万。各位，在这个随便找个小鲜肉露个面都要几千万片酬的年代，1500万算个啥呀？估计连个大剧组买盒饭和剧组包车的钱都不够。再看宣发啊，几乎没有什么铺天盖地的热搜，也没有网红主播在这个直播间里声嘶力竭的喊家人们快去买票。而且这还是一部方言电影。那上映前，你在这个街上随便拉个人问，10个得有9个连这个片名都没听过。按照常理，这种片子在神仙打架的五一档，那不就是进去当炮灰的吗？纯纯的落地成盒呀。结果呢，老天爷偏偏不信这个邪，靠着口口相传的硬核口碑，这片子的排片量硬生从犄角旮旯里杀出一条血路。现在这个票房已经干破了9个亿了。业内的大佬们掐着一算，保守估计最终能冲到16亿啊，这叫超级黑马。那为啥它能火呢？因为2个字儿，跟卖。电影里讲的是上世纪40年代潮汕汉子郑木生过番下南洋打拼的故事。那不幸的是这个老哥呢在南洋遇难了，但他有一个泰国的铁哥们儿叫谢南芝。谢南芝做了一个惊天地泣鬼神的决定，他用郑木生的名义持续不断的给留在国内的妻子叶淑柔寄侨批，也就是汇款个家书。这一寄呢就是整整的18年呀。那直到多年以后这孙子去了泰国寻亲，这道跨越了半个世纪被岁月尘封的惊天大秘密才被揭开了。哎，你看没有什么狗血的三角恋，也没有什么动不动就生离死别的强行煽情啊，他就是安安静静的把这个镜头对准了南洋的老街、潮汕的老房子，还有围着茶桌喝茶的一家人。他讲的是咱们老百姓最朴素的情谊和坚守，直接把海外华人那股子乡愁刻进骨头缝里了。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新加坡的联合早报不知道是哪个劲儿搭错了，突然跳出来了，对着这部温情脉脉的电影一通疯狂输出。而且人家一上来就上纲上线，直接拔高到了政治高度啊。5月21号，联合早报在 X 账号上发文，阴阳怪气的说这是统战工作的最高境界啊。紧接着当天他们的大本营官网上赫然挂出了一篇大字报式的专题文章，标题叫给俺妈的情书的统战启示。哎呦喂，大哥你没事吧？咱们看的是同一部电影吗？人家讲的是爷爷奶奶南洋和故乡的恩情故事，除了浓得化不开的情谊，我拿这个放大镜一帧一帧的找，也没有看出哪有政治意味啊。这篇文章的作者就是联合早报大名鼎鼎的驻北京特派员沈泽伟。这位沈大特派员可真不简单洋洋洒洒写了一大篇呢。表面上看着像是在做影评，先是假模假式的夸了2句，哎呀这片子艺术上不错，票房也很成功。但是实际上呢，醉翁之意不在酒，全是算计。他这篇文章的核心思想就一句，他在警告全体新加坡华人，大家快醒醒，别被这个电影骗了，这是咱们对头搞的统战片，你们看电影的时候必须给我把感情抽离出来，绝对不能因为看了这个电影就对中国产生任何亲近感。好家伙，不仅是管天管地现连老百姓在电影院里掉几滴眼泪他都要管。更奇葩的是，这位沈特派员还在这篇文章里给新加坡人当起了祖宗裁判，手把手的教大家怎么进行身份排序。他说你们记住了自1965年独立以来，我们新加坡就不是华人国家了，你们和中国的关系仅仅是祖籍连接，绝对不能有祖国情感。你们的第一身份是新加坡人，第二是新加坡华人，最后才拎上你那点祖籍福建山东的血脉。看到这儿我算是彻底服了。这位沈特派员的联想能力和政治敏感度不去写谍战小说真是屈才了。他这是在拿显微镜看电影硬生把最正常的华人情感共鸣曲解成了你死我活的对抗叙事
我就纳了闷了，好莱坞天天拍这个漫威大片儿，天天拯救地球，把这个美国大兵拍得跟活菩萨似的，怎么没有见你沈特派员跳出来喊一句警惕美国的文化统战呢？怎么遇到美国你就不拔高政治高度啦？这双标玩的，属实是把软骨头3个字刻在脑门上了。大伙儿可能会问啊，小兰，这一部小成本电影而已，联合早报它至于吓成这副德行吗？至于，太至于了，因为这部电影直接戳中他们的死穴。你们知道这部电影现在东南亚多火吗？在朋友圈里马来西亚的、新加坡的华人朋友都在疯狂的转发。那不管从哪个渠道看到的，只要一听到那熟悉的乡音，一看到那熟悉的骑楼，整个南洋华人的血脉直接就觉醒了。在泰国的唐人街，在马来西亚槟城的老字号店铺，在新加坡牛车水的老街巷，谁家祖上没有一段下南洋的血泪史啊？谁家的抽屉里没有压着几张泛黄的侨批？当荧幕上那些穿着简朴衫裤的阿公阿嬷操着潮汕话、闽南语、客家话、广东话，在异国他乡为了给老家几口饭钱而拼尽全力的时候，那种直击灵魂的震撼是任何政治口号都挡不住的。这就是联合早报恐惧的根源。他们这些年是费尽了心机，绞尽脑汁在搞啥？搞去中国化呀。他们想用英语洗脑，想用所谓的本土认同去割裂海外华人与中国文化根脉的联系。他们恨不得让新加坡的年轻人都觉得自己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跟北边那个东方古国没有半毛钱关系。结果呢，几十年的洗脑工程，眼看着就要被一部区1500万投资的电影给当场击溃了，他们能不紧张吗？能不敏感吗？那看着电影的影响力像海啸一样席卷南洋，他们吓得赶紧跳出来打预防针，生怕晚了1秒钟，年轻人的心就被大唐江山给勾走了。那再来说说电影里最核心的道具侨批，这也是让某些人看得极其不爽的地方。为啥呢？因为这玩意儿吧，它把中国人的传统美德刻画的太正面了。批在闽南、潮汕和台湾地区就是信的意思，但是侨批它可不是像现在的顺丰快递那么简单，它是家书和汇款的结合体。在那个没有微信转账、没有跨国银行 app 的年代南洋的华侨怎么把用血汗换来的银元寄回老家呢？全靠着一群被称为水客的送批人。那这些送批人呢，往往要把2个沉甸甸的口袋绑在身上，里面装的都是真金白银他们要漂洋过海，走上足足2个月的凶险路程。他们的报酬有多少？不过是1两白银而已。可是在长达100年的侨批历史中从未发生过一起冒领或者私吞的事件，完全仅凭着2个字信义。那不仅如此抗战时期南洋的华人更是毁家纾难，那些拉黄包车的、做苦力的华侨，就是通过这一封封侨批，把省吃俭用攒下的血汗钱源源不断的输送回国内。那是真真正正的华侨与国人众志成城那你再回头看看电影里的谢南枝她一个在泰国的女人，为什么要冒充死去的兄弟，整整18年给对方的遗孀寄钱养孩子她图什么呢？图老家送锦旗吗？她什么都不图支撑她走下去的就是中国人骨子里的那一份义薄云天。这种重诺守信、一诺千金的品质，放在今天某些为了几百块钱就能拉黑微信的所谓现代人面前，是不是就显得格外的耀眼？更搞笑的是这联合早报呢，不仅在统战上做文章，还跟个怨妇一样到处找茬。电影里有没有反派？有，唯一的一个大反派就是那个一把火烧了谢南枝他家的印度人。好家伙，这一下可算是踩着印度早报的尾巴了。哎呀，你们怎么能把印度人刻画的形象这么恶劣呢？这太破坏和谐了。为了抹黑这部电影联合早报那真是急眼了，键盘都快敲冒烟了。除了沈特派员那一篇统战大作，他们竟然在 X 账号上又发了一篇挑拨离间的奇文文章里说中国央美念阿妈的发音跟某些地方的读音有细微差异，所以这是一场文化霸凌。你敢信发音不一样叫文化霸凌？那照你这么说，东北人管父亲叫爹，广东人管父亲叫老豆，这2个人在大街上碰到了，是不是还得当场打一架，看谁霸凌谁能把吹毛求疵玩到这种登峰造极、恬不知耻的地步这家媒体也是够可以了。估计实在是被网友骂的顶不住了，
后来呢，他们又扭扭捏捏的发了第3篇，算是勉强对电影里的俏皮文化给了一点正面评价。短短几天啊，为了黑一部电影啊，连发3篇文章，也真是难为联合早报的主编了。这 KPI 算是拉满了。电影里有句台词说得好，暹罗在这头，唐山在那头，你在我心里头。在海外老一辈华人心里面，唐山指的是中国大陆。那为什么全世界的华人聚集地都叫唐人街啊？为什么咱们都自称唐人？因为那是大唐江山的荣耀，是刻在 DNA 里的骄傲。血脉这东西啊，它是客观存在的，它不是你联合早报写2篇酸文不承认，它就不存在了。也不是你某位政客为了讨好西方主子想割裂就能用刀劈开的。你越是急赤白脸的想要划清界限，就越显得你内心极度虚弱，极度自卑。拿统战这2个字去吓唬普通的华人观众，这绝对是我见过最愚蠢、最没水平的操作。统一战线，那是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历来就是光明正大、堂堂正正的阳谋。海外华人的腰杆子能挺多直，完全取决于背后那个中国有多强大。只有中国越强大，你们在外面才越受人尊重。靠着卑躬屈膝、自我否定，换来的永远只有西方人的鄙视和白眼。